Hello， 大家，我是迪莱拉。今天的影片呢有一点特别，这是我创频道以来第一支中文影片。一直以来都还是有蛮多订阅的朋友会私讯留言问我说可不可以拍一些中文影片，所以我想说今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可以来试试看。好，那今天的影片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次过年我回台湾的时候买的彩妆跟保养品，基本上就是后面这一堆。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在台湾的药妆店买的开架彩妆，可是也有一些是我在桃园机场买的专柜保养品和彩妆。不过因为很多产品都是今天早上只用过一次，然后也有很多是连用都还没有用过，所以我目前是只能跟你们分享一些初步的心得和第一印象。那如果今天看完影片之后有哪个特定产品是你会想要了解更多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欢迎按下红色订阅键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Delilah's Delight， 你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账号是 Delilah Delight。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开始。那你们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话，就会知道我是在2016年的年底从台北搬来东京。那过去一整年，我的手机里面就是有一个清单，我会写下所有这次回台湾我想要买的东西，因为其实还蛮多彩妆的品牌跟一些产品系列是在台湾买不到，然后日本买不到的。在台湾买得到，可是日本买不到的。好，首先在屈臣氏买的是一堆唇膏，第一支是我已经用过几次，然后特别喜欢的 Maybelline 雾面唇膏，它的色号是焦糖拿铁，我记得之前网络上很红。那 Maybelline 这系列的雾面唇膏算是我很喜欢的雾面唇膏质地，因为它不太像一般的液态雾面唇彩那样子是很平很雾，然后可能会感觉有一点干的那种雾面质地，它算是擦起来还是很柔滑很丝缎般的那种感觉，然后也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光泽在。我自己擦起来的话是不会觉得它显唇纹，当然也没有修饰唇纹的功能，它就是会很真实呈现你原本的唇况。可是当我嘴唇有一点点干或者是一点点死皮的时候，我觉得它抚平整个唇部表面的效果也是还蛮好的。那因为是雾面唇彩，它遮盖唇色的能力也很好，饱和度非常高，然后显色度也非常强。那焦糖拿铁这个颜色，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试色的时候，光看刷色我就已经被烧到不行，就觉得一定是我会喜欢的那种颜色。它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土色唇膏，可是我觉得它擦起来有一个还蛮重的棕红色基调在，所以就不会像有的土色唇膏擦起来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病气或没气色。我觉得因为它的棕红色调会让我可能也不会在素颜的时候擦它啦，可是就是擦起来我觉得是还蛮容易驾驭的。所以整体而言，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这支唇膏，也非常推荐。尤其我觉得如果你可能是新手想要开始尝试土色唇膏或者是雾面质地的唇膏的话，这算是还蛮好的一个入门。另外在屈臣氏我也买了2支巴黎莱雅的唇膏，我记得这系列叫纯色定制唇膏，我没记错的话。那买的其中一个色号是618，之前我记得在网络上很红的是618和619。那618我擦起来就是一个中间偏浅的土橘裸色，那还蛮好驾驭的，我觉得也是日常生活都还蛮适合擦的颜色。那莱雅这系列的唇膏算是偏光泽款，它比较有点像是传统口红的那种质地，不会太亮面，不会太水感，可是也绝对不是雾面，擦起来还是算蛮奶油蛮柔滑的，持久力可能不会像雾面唇膏那么好。不过我是很高兴能够买到这个颜色，因为我有很多唇彩，可是感觉好像没有一支类似这样的颜色，所以还是很开心有回台湾买到。那另外同系列的莱雅唇膏我还买了另外一支色号，这个色号是 B404， 像上一支是非常暖色调的唇膏，那这支就是有一点紫藕色的偏冷色一点的裸色唇膏。屈臣氏试了这一支是觉得说它虽然带一点点紫藕色调，可是它的冷色感不会太重，所以我觉得算是还蛮好驾驭的。像这种颜色的话，我觉得皮肤白皙的朋友擦起来应该都会很适合。那像我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适合素颜或淡妆的时候擦，可是如果有搭配一定的妆容的话，擦起来也还是不会显得病气或没气色。所以我觉得算是一款中间健康肤色、暖色调肌肤的人也可以尝试的
只有色唇膏。最后在屈臣氏买的是2支露华浓的唇膏，那这2支我都还没有实际擦上嘴唇过，那个时候在屈臣氏就是试色在手背上，然后看起来觉得很漂亮，我就直接买了。那2支都是他们蛮经典的黑管唇膏，其实这系列我记得日本也有进，可是没有进这2个色号。我买的一个是637，637就是还蛮基本的一个玫瑰色，那我觉得擦起来就是你淡妆或素颜的时候也可以擦，然后基本上什么妆容、什么场合、日子，我刚讲过妆容了，什么穿搭等等都是可以搭配的一支唇膏。然后另外一支色号是671，那671这个色号光看唇膏膏体跟手臂试色就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土色，可是因为露华浓这系列的唇膏它们不是雾面唇膏，所以擦起来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透明度在，还是会透出一点点你本身的唇色，所以就感觉又更适合新手，然后对大家都很友善的一个土色。接下来我还买了一瓶 Wet n Wild 的粉底液，这是他们的完美上相打光粉底液，然后我买的色号是奶油黄。这款粉底液我记得之前在欧美也是红了蛮久的，那个时候在台湾买的时候好像也才100-200块台币吧，所以真的是很便宜。那这款粉底液我完全都还没有上脸使用过，所以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可以分享，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这个回来，我看它的包装直觉就觉得说是要把它拔开，所以我就是这样一拔就真的拔开了。那拔开之后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到底要怎么把它打开，因为它打开里面就长这样，所以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要怎么使用它。那上网查了之后才知道是要把它转开的。它的瓶盖本身还有附有一根棒棒，还蛮方便的。这边就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要像我傻傻的把它拔开，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不过也有可能只有我这么傻。这次回台湾我也有买了一些 Essence 的产品。其实回台湾的时候我一心很想要买的是 Essence 一款很有名的打亮，可是我跑了3家还4家 Essence 店面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不知道那款打亮是不是已经停售了。我今天这就是我今天擦在脸上的腮红，还蛮暖色调的裸色腮红。那像我自己平常最喜欢擦的腮红，也就都是这种色调，因为我觉得像这种裸色腮红真的是可以跟任何妆容做搭配，甚至你几乎是没怎么化妆或淡妆的时候，擦起来也不会有违和感。那像我前面说的，我也已经有其他几块 Essence 的腮红，不管是雾面还是缎面的，买了几个色号都很喜欢，然后我觉得粉质也都算蛮一致的。以它的价钱，我记得也是100块，绝对不到200块，我觉得很划算，然后也很推荐。然后这个30号我是真的很喜欢。另外在 Essence 我也买了他们的超雾光定妆粉饼，它其实就是一般很传统拿来定妆的那种蜜粉饼，像今天我有拿它来定妆全脸跟眼下。那我实际上擦起来的时候，如果上很多的话，它还是会有让脸变白一点点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是健康肤色或者是再深一点肤色的话，可能用这一块就要注意用量。用了一次的感觉是觉得说，以它的价钱来讲，表现算是很好，因为我拿来上全脸也不会觉得有很重的粉感。而且像我自己是中性偏干的肤质，那我用这个来定妆全脸跟眼下，也不会让我的皮肤显得很干或者是有纹理之类的。不过因为我平常的妆前保养都做得很充分，所以呢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关系。好，那剩下的开价彩妆我就都是在宝雅买的。首先是 Maybelline 的 Fit Me 粉底液，我的色号是125，这是我现在擦的粉底液，今天是我第一次用。那我实际上擦起来其实不会觉得它非常的雾，擦在脸上我觉得它其实给的感觉是有一种陶瓷肌的那种雾面妆感，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那像我今天早上只要妆前保养有做足，然后我会用一个比较偏保湿的妆前乳，然后再搭配这个的话，它完全不会让我有起死皮的感觉，整个妆感也非常的服帖，算是低偏中的遮瑕度，但我相信如果你可能叠个第2层的话，应该是可以叠加到中度遮瑕。那转开之后它就是完全没有附那个叫什么
它没有附压头，取用的时候很难控制用量。那 Fitme 的系列我也买了2支遮瑕，一个是10号，一个是20号。那今天用过一次的初步感觉是中度遮瑕，然后应该也是可以叠加的。不过我拿来遮眼下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点点干，但遮脸部其他部位的时候倒是还好。其实我自己本来眼下就是比较偏干，然后用很多遮瑕都会容易有一些干纹出现。不过我自己其实 Maybelline 最喜欢的遮瑕是另外一款，这个是 Maybelline 的黑眼圈擦擦笔，那我也是在宝雅买的。那我买的一个色号是200号吗？不管，一个色号是 light， 然后另外一个色号是 medium。如果你是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就会知道 Maybelline 这款遮瑕是我最喜欢的遮瑕，不管是专柜还是开价。在2017的年度爱用彩妆影片里面，我也是有提到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遮瑕。它的质地就是比较偏湿偏滋润，所以拿来遮瑕眼下的时候，那个效果特别好。不过就是之后一定要用足够的蜜粉来定妆，它才不会你知道陷在那个纹路里面。那我自己是觉得它算是低度遮瑕，可是也是可以叠加到中度遮瑕。然后跟上一款 Maybelline 的 Fitme 遮瑕比起来，就是它的质地真的是滋润很多。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眼下偏干的话，我自己是比较会推荐这个胜过于上一款。好，那接下来是一些 The Balm 的产品。我记得之前我还住在台湾的时候，我去过的几家 Thomas 都已经有 The Balm 了。那现在是连康诗美也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黑黑东西的话，那是我们家的狗狗。首先是我已经回购很多次的巴哈马女郎修容粉饼，不过它其实比较是偏向古铜饼啦。那这边这块我也是还没有拆封，因为我现在刚好正在服役一个，而且那已经是我的第2还第3块了。总之就是一个已经回购很多次的产品。这款古铜饼是完完全全雾面的，一点珠光也没有。然后我觉得它的粉质很细，很显色，很好晕染，够显色，所以可以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更健康。可是虽然显色，但还是很好晕染，所以看起来也不太容易有色块。那它的色调也算是还蛮中间的，绝对是一点都不冷，所以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拿来修容。那可是也不会到太暖太橘，不会觉得说擦起来感觉怪怪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拿来制造一种晒过太阳的健康肤色感。那在 The Balm 我也有买了2个眼影盘，那这2个眼影盘我目前都是只用过一次，然后干相也差不多。那这是我今天使用在我眼睛上的眼影盘，然后里面有一个刷子，所以打开的时候要小心。那有一面镜子，可以看到它就是也是以大地色为主，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它的配色还蛮漂亮的，然后里面也是有雾面也有珠光，显色度普通，它显色度真的是还蛮普通的，不管是雾面还是珠光色都一样，还蛮好晕染的，然后飞粉也不会很严重。所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是还蛮喜欢的，因为虽然它的显色度普通，可是我可以慢慢的叠加到我想要的色彩强度，然后只要一个眼影是非常好晕染的，通常我就会蛮喜欢的，因为我最怕的就是晕不开，然后有很重的色块感的那种问题。那也因为它不会过于显色，我觉得还蛮适合新手、上班族跟学生跟就是喜欢淡妆的朋友来使用，不会太显色，就比较不容易失手。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重度彩妆控，然后你已经有很多眼影盘，或者是你平常就是已经习惯很重口味的那种欧美眼妆的话，可能这一盘对你来讲就会有一点点清淡。那另一盘 The Balm 的眼影买的是约会雾先生9色眼影盘，那里面一样有一个很大的镜子，这一个眼影盘就没有附那个刷具。好，那就像它眼影盘的名字所说的，它就是有9个雾面的眼影，有一些暖色，有一些大地色，也有一些稍微偏冷的颜色。那我尤其也很喜欢它有一个米白色，可以拿来做可能眉骨的打亮，或者是来定眼影底膏，然后也有一个雾面黑色可以拿来做眼线色。那眼影的表现呢一样，虽然我目前是只用过一次，但是初步的第一印象感觉就是跟上一盘眼影一样，它的显色度真的是普通，不过就是可以叠加的，然后也算很好晕染，而且飞粉的问题不会很严重。总之这2盘目前用到现在就是都很高兴我有买，那可能都并不会成为我最喜欢的眼影盘，但是我觉得都会是我平常日常
常生活还是时不时会拿起来用的。好的，那以上就是这次过年我回台湾的时候买的彩妆和保养品，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对于某个特定产品有特别想要看的影片主题，或者是就是有任何想要跟我说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我都会一一回复。我也都会把这次影片提到的所有产品的中文全名，还有在影片中出现的时间列在下方的资讯栏。好，那今天就先这样，非常谢谢你们的收看，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Delilah's Delights， 你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Delilah Delights。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